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交易修行成长驿站。打开本视频的你，我真诚的希望从此以后你的交易有所改变，账户能够逐渐走向稳定盈利。我保证承诺不会浪费你的每一秒时间。那么好，我们回到比特币盘面。我们午间行情的时候怀疑这个位置会不会 ABC 回调，然后反弹，然后有没有可能在这边形成 ABCDE 的这个下降，然后再去反弹，或者是 ABC 结束以后反弹，继续反弹。然后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中午我画的趋势线，下降通道的趋势线，它刚好打到这儿，然后目前又在这个成交量密集区纠缠，所以这个位置我们其实好操作等着它站住或者是什么，如果确认它再次跌破，那我们就追空，可以看到下方这个趋势的支撑，还有这个下降通道的下沿，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择机开多或者是目前踩上去踩稳，短止损做多。然后上方我们可以看到哪里？可以看到上升趋势线的上升通道的上轨还是53000附近，所以目前基本上就是两种 ABC 回调以后继续向上，还有就是 ABCDE 以后再反弹，也就是这两种那盘面上基本上就是这些。然后今天晚上我们聊点什么呢？之前我们聊过炒股、炒币、炒期货，为什么总亏钱？亏钱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我们讲了亏钱的逻辑，光提出了问题，剖析了你赔钱的逻辑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怎么样解决问题的方案是什么？问题提出来没有用，谁都能提出来，但解决问题才是我们需要搞定的事情那我们回忆一下之前我们是怎么剖析的呀？因为你对方向的执着，盈亏比的不管不顾，资金比重的无知，交易周期的盲目操作，进场时机的不够准确，标的物的选择也是有这样的问题，然后不够全局思维，没有长期运营的这个概念，这一切的认知再加上你的交易心理无脑贪念执着，导致怎么样？必亏，稳亏是合情合理的那我们今天讲一讲怎么样我们才能稳赢。那实际上倒推是不是就可以找出这个问题了？是的但问题是前进前出它是一个概念吗？前进前出不是一个概念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赚钱很难，花钱但是很容易，对吧？说白了，在资本市场上，你盈利不简单，但亏钱非常容易交易所给你提供了 N 多种方式让你亏钱，让你迅速把钱都化为乌有。所以说你稍微不注意，稍微没有一个风险管控的能力，马上你那点本金就全部都会归零，对吧？是这个逻辑那我们看一看，那这个为什么我先把这个亏钱的道理讲了一遍，过了很多天我才要讲怎么才能稳定盈利。很简单你从小白开始交易有一定的时间经验，随着时间越长，你会发现的问题会越多。
然后最终怎么样？从最开始的简单猜方向，对错的执念开始，盈亏比、资金比重、交易周期、进场时机、标的物选择、全局思维，开始到交易心理的建设，你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你才会一层一层的理解这么多问题啊。然后这个也是什么？我从一个小白不赚钱亏钱开始，一直到现在稳定盈利所走过的路径啊。然后我发现什么？这一项是最难的，认知全是数啊，这一项是最难的。然后我发现怎么样？这个是最难，这个也是最底层最重要的。楼盖得高不高，完全在于什么？你地基打得牢不牢，扎得深不深啊，这个根基。所以我先抛出问题，你根据每个阶段你都会清清楚楚的认知我赔钱的理由。那么好，你的态度端正了，我们就得开始什么？从地基开始，好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我们从这个认知、交易心理开始。你的认知肯定不用我多说了，肯定每个人都有千差万别的啊。对资本市场的理解有很多需要你要补充的知识，理论上的、实战上的等等都有很多。还有交易心理、心性，你清不清晰、坦不坦然、平不平稳，这些是一切的根基啊。那然后这些心态平和了，你着急赚钱的心理没有了，这一切准备好了的前提下，全局思维、长期运营账户的计划做好，开始怎么样？开始开设你的账户，然后长期获利，慢节奏的运营你的账户，应对这个资本市场的涨跌，然后怎么样？科学理性的应对。怎样科学理性的应对啊？比如说我们全局思维、长线运营，那就意味着什么？你的这个钱就不是能快进快出的这种逻辑，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你家里不需要的闲置的资金放到这个资本市场，然后长期慢慢去运营，慢慢去获利。然后怎么科学的理性应对啊？首先选择标的物，懂我就做，不懂我就不做。为了你懂这个标的物，你要下够足够的功课啊。然后对每一个标的物都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了解，然后对未来的远期预期有一个自己的概念判断啊。然后几个标的物选择以后，做一个合理配比的投资组合。比如说我们币圈为例，比特币投多少，以太坊投多少，还有剩下的山寨币选择几个，各自投多少百分比，一定都得明确啊。然后这个刚开始一定要简单好管理，有的朋友可能选择10几、20个、30个，没法管理啊，你也没有那么多精神头去了解那么多币，没法做啊。然后还有一个资金比重，比如说当前的比特币位置，资本市场的价格，整个市场情绪，你要下多少仓，现货你要持有多少，比重你要下多少，然后此时此刻的位置，你目前持有一定仓位的现货，那么好，合约仓的对冲你要分配多少，也就是说现货仓跟合约仓之间百分比是多少，都要清楚。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用小资金避免回调的
回撤的风险啊。然后还有就是交易周期，这个交易周期分2方面啊，一是你现货持有的交易周期，也就是长周期，半年、1年、2年都有可能啊。然后合约的交易周期，那也就是短周期啊。那基本上日线为单位，4小时为单位，最短1小时为单位开平仓是合理的选择啊，也就是交易频率。然后进场时机呢，就不能再被外界所谓的新闻媒体、大小 V 主播等等等等被这些媒体渲染、情绪渲染，那是不行的。一定要专注自我的账户风险，然后对自己的投资标的、投资组合非常清晰的管理自己的风险，然后通过完善的 K 线分析、数据分析，然后选择恰当的进场时机啊。完了以后怎么样？盈亏比，赢大亏小，不再追求胜率，追求什么？收益率啊。我们很多时候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为了追求胜率，反倒怎么样了？亏一次大单，结果前边连续盈利甚至90%几的胜率都怎么样？一次性就灰飞烟灭啊。但是如果你的盈亏比得当，你就是连续止损好多次，你只要盈利一次，之前的小止损全部都会回来啊。止损好比什么？止损好比你做生意需要投入的经费，无论是人员开销，还是店面租金的成本，还是你所生产的产品的成本、原材料的成本等等，你就要把这个看成这个。所以说每一次止损都是为了寻找什么可有的收益预期啊。因为这个资本市场是不确定的嘛，它有可能上，它也有可能跌。但是只要我们拿的对了一次，那我们就充分把利润锁定住，吃到盈亏比得当了，自然你胜率降低，收益率也会非常很高。之前我用数学跟大家聊过一回，就100刀为例，你连续1%止损，连续99次，你是天下1等1的超级250，你还剩多少钱呢？60多块钱啊！但是你就是即便是胜率90%多，你的盈亏比特别不好，每次吃个1%、2%、1%、2%，但是一旦有一次你方向错了，然后不断的加仓，不断的加杠杆，结果一次性怎么样？直接爆仓爆掉，眼睁睁看着它怎么样？亏损越来越大，1%、10%、20%你都没有止损，等你到50%，你的心里能承受吗？之前你都没有止损，因为人性使然，损失厌恶，你更没法止损了。你想的只有一个，就是不断的增加保证金，然后干嘛？求神拜佛。所以说盈亏比非常重要啊。然后还有一个是概率。什么是概率？我们经常追求的它到底是涨还是跌呀？总是执着你的分析对了还是错了，哪有对错呀？我经常说只有市场是对的啊，没有对错。不要执着于你方向的对错，我们要执着于什么？你的 K 线分析能不能抓到重要的进场点位？大家可以回看一下我的视频啊，中午、午间行情、晚间行情都不用看太多，就这个期间，我是不是把高点、相对低点、高点、相对低点、高点全部都抓到了？难吗？重要的主力支撑位不难，难的原因就是因为怎么样？你没能耐心的把这个 K 线分析方法学会，
实盘验证复盘，再迭代更新，所以导致你的 K 线分析是不够全面、系统、扎实的，导致怎么样？关键位的抓取不够准确，不够刁钻。所以说经常会说什么啊 K 线分析没有用，那是你没用，你不会，你做的不够好，然后你总是执着于什么涨跌对错，总是执着于你的胜率，导致怎么样？赚不到钱嘛。所以说扔掉这个执着心，没有对错，资本市场只有盈亏，只有你的钱袋子账户赚钱了还是亏钱了。那么好，这一系列都是什么呀？盈利就是运气啊，运气，市场给了你，你才有机会赚。无论是做空还是前边的这个做多，我在这边做多，如果市场没给，我能赚到吗？我能让比特币涨到这个位置吗？不可能啊。反过来也一样，我在这儿做空，如果它没下来，我能吃到吗？吃不到。但是有一点我能保证什么？我能保证我的亏损啊。这个地方我做多，大家可以回看视频，我是不是说在下方做止损？说白了，它要是不给下来了，我就止损这一点点，这是我可以控制的，这个是实力啊。包括在这儿也是一样的，在这儿做空，在这儿设止损，一样的啊。包括昨天晚上我说，假设在这儿开空单，在这儿你就可以设止损啊，这个是实力啊。然后这个下来了，那就是运气，我刚好瞎猫碰上子，猜对了而已。所以 K 线分析能力是实力，抓取进场点位是实力，然后我保证我的亏损范围是实力。至于 K 线怎么走，走在你的预案之内，能让你赚钱，那就是运气啊。那期间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状况是什么？连续止损，自信心打压，然后你的情绪不佳，随着账户短期内下降，你会非常低落啊，情绪上很受影响。还有一个市场情绪渲染，你不断的会被外界干扰打扰啊。所以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什么？还是心性。你能沉住气，你能专注于你的能力提升， K 线分析能力的提升，还有一个你能专注于自己自身的心性磨练，交易心理的平稳管理，这些都是你的个人能力的修为啊，也就是修行的过程。所以说今天我把这个正好倒过来，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刚好颠倒过来了啊？颠倒过来很重要，因为我发现什么？按这个顺序慢慢去来，很科学，很受用。之前我没有这么做，我是一步一步的迎难而上，最后我现在发现怎么样？这样是最合理、最科学、最高效的啊！所以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我希望你能按照这个步骤去审视一下目前自己的交易状况、自己的认知、自己的交易心理，希望对你有所启发，希望大家能够交易顺利，多多赚钱啊！那好，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再见。